朋友睇過我嗰段如何繪製準確 3D 透視圖之後，問對象物除咗擺放45度外，仲可唔可以擺放其他角度，同埋可唔可以再畫啲複雜啲嘅物件？我話當然可以啦，畫啲複雜啲嘅物件都唔係咁難，難係個畫法點樣表達出嚟。尤其係對我呢啲文字同說話能力有限嘅人嚟講，或者我盡量嘗試一下啦。呢次我係準備畫幅電車，我喺網上揾到一啲電車外形尺寸同圖片，整合咗可堪使用嘅 2D 1:60嘅尺寸草圖嚟配合我啲文具同紙張嘅局限，再用繪圖紙畫得工整啲，先用鉛筆描畫，再用幼啲嘅乜架強化個圖像。因為呢次嘅線條比較多，所以我將線條編咗編號，方便對照。呢張 2D 尺寸圖係之後畫圖同模型製作嘅基本依據。今次我都係請咗胡迪嚟同大家 say hi。胡迪今次嚟到香港都係入鄉隨俗，戴翻個口罩嚟應付香港嘅防疫條例。同時我都係根據之前嘅圖紙做咗架電車實物模型，希望咁樣可以更加清楚表達物件嘅透視關係。胡迪就係企喺呢度，眼平視前方，喺前方構成咗一條眼平線。呢個係隻眼離地面嘅高度。佢望向行人路，無論遠近，同胡迪差唔多高嘅人，眼嘅高度都係接近眼平線。喺眼平線之下嘅就係矮過胡迪，好似前面呢兩位。胡迪前面有架電車。呢個係電車對胡迪嘅距離。胡迪拎起嘅相機，將觀景器嘅視軸沿住眼平線咁對住電車前面嘅左前柱咁影過去。胡迪個身係垂直地面，所以自然同視軸係呈直角。呢個係觀景器嘅觀景範圍。好多相機嘅觀景器都會提供橫豎兩條中線，呢條係觀景器嘅水平中線，呢條係垂直中線。兩條線嘅交叉點就係視軸方向。如果將水平中線重疊喺眼平線嗰度，咁景象中嘅垂直於地面嘅物體就會同樣咁垂直於水平中線。胡迪當時係用焦距30嘅鏡頭，如果改用焦距25嘅鏡頭呢，睇到嘅景象就會闊啲。用50嘅鏡頭呢，景象就會收窄咗。而兩點透視繪畫法呢，只係適用喺視軸水平指向眼平線嘅場合，亦即係我哋大多數時間睇嘢嘅場合。同時亦都係大多數風景畫採用嘅視覺。如果胡迪將相機指向眼平線嘅上方，咁垂直物體就會呈現上窄下闊。如果將相機指向眼平線嘅下方，咁同件物體呢就會呈現上闊下窄。建立準確嘅 3D 透視圖係需要參照物件一啲尺寸嘅數據。
喺胡迪嘅相機取景器中，我選擇電車車身左前柱用嚟做高度參考柱。選擇高度參考柱要盡量揀啲垂直同埋靠前嘅物件作為參照物。呢度顯示相機視軸指向高低造成景物線條嘅變化，所以再強調眼平線上兩消失點繪畫法呢，只係適用喺視軸貼向眼平線嘅場合。我將個模型放喺鏡頭前面，模擬胡迪睇到嘅景象。我將車頭同相機嘅視軸呈60度擺放，同埋喺離鏡頭2倍車高嘅距離，熒幕睇嚟透視畸變唔係咁明顯，所以就將模型電車設定喺離眼點15個 cm 同60度角嚟畫。繪圖紙上打戙嗰條線就係眼軸線，橫線就係眼平線。我畫低咗電車擺放嘅角度，同埋設置眼點嘅位置。我將 2D 立面圖嘅眼高對準圖紙嘅眼平線，然後喺圖紙度標記各點嘅高度同埋編號。再將車身側面嘅車窗線伸延到地面，標記喺30度線度，同樣編上號碼。車頭嘅各條主要線條同樣標記喺60度線度。我喺眼點嘅右邊度畫一條同眼軸成30度角，將佢同眼平線相交，相交點就係右邊消失點。再喺眼點嘅左邊度畫一條同眼軸作60度夾角，伸延至眼平線相交，就係左邊嘅消失點。我量度左邊距離眼軸係25.9 cm， 右邊係8.65 cm。我用計算機正切函數 tangent 計到係25.98同埋8.66 cm， 非常接近。我喺眼點同左右2個消失點釘上圖釘，方便之後我畫線用。一幅 3D 圖嘅線條設置就係由呢3點決定。我將電車左側同車頂嘅標記點同眼點連線，連線與眼平線相交點就係嗰點喺眼平線嘅投影點。胡迪就係企喺眼點度模擬望嘅電車，電車影像投影喺眼平線嘅位置。之後我將眼平線各個相交點畫低同眼平線垂直嘅模擬直立線。然後將眼軸線嘅高度標記向左右消失點連線，嚟確定垂直眼平線嘅直立影像高度。喺眼平線上方就係代表高處高於眼高，喺下方就係代表低於眼高。電車模型開始成形。我再用幼嘜架畫低電車嘅主體線條。我將啲輔助線拆晒去，淨係留低電車嘅主體線條。方形車廂表面扁平嘅線條比較容易畫，但對一啲非車廂表面嘅線條就需要多啲嘅輔助線協助，先至能夠確定喺圖紙上嘅對應位置。
所以我將一啲比較複雜嘅線條詳細列出繪畫嘅步驟。電車車頭係呈梯形向前延展3個 mm。我將尺寸圖鋪喺圖紙上，標出車頭伸延3 mm 嘅部分同闊度12 mm 嘅相應位置。將圖中 A、B、C 3點連向眼點同眼平線嘅相交點，就係該點投影喺眼平線嘅位置。喺眼平線上3個相交點作 A 派、B 派、C 派線垂直眼平線，並且伸延到車頂圖。將向右消失點嘅各線段伸延至同 A 派線相交，再將相交點向左消失點連線，並截取與 B 派、C 派線相交嘅部分。喺圖上將各點連線，就形成咗一個向前延展3 mm 嘅車頭。我喺圖上標出98 mm 作為電纜高度。然後向左消失點連線，連線與車頭中線伸延相交，相交點再與右消失點連線，就係電纜線。標出電車正面圖車輪貼地嘅位置，即編號12同13線嘅標記。然後向眼點連線，連線同眼平線相交，相交點作垂直線通向電車車前地面線相交。相交點再與右消失點連線，就係路軌線。標記出右側面圖嘅車頂電桿位置向地面垂直點，嗰點再與眼點連線，連線與眼平線相交，再作垂直眼平線伸延向車頂線相交。相交點與右消失點連線，連線與車頂中線相交，相交點就係車頂受電桿嘅底座點。標記出升起嘅受電桿接電端向地面作垂直相交點，嗰點再與眼點連線，連線與眼平線相交點，再作垂直線伸延至車頂嘅上方。喺高度98 mm 標記點向右消失點引線，相交垂直線 A。相交點再連向左消失點，連線同電纜相交點就係電桿同電纜嘅接觸點。呢度係電阻箱喺車頂嘅位置圖，側面圖顯示咗梯形電阻箱相高6個 mm。圖紙已畫好咗車頂透視線條，我將車頂嘅俯視頭嘅電箱尺寸標記喺圖紙度，將 A、B、C、D、E、F、C 各點向眼點連線。連線相交喺眼平線嘅點作垂直眼平線 A 派、B 派、C 派、D 派、E 派、F 派、G 派引向車頂。E 派線同車頂線 K 相交，相交點向右消失點連線 E2。
E 二線同 A 派 B 派相交於 W 同 X 點 ，WX 點向左消失點連線 W 派 X 派。W 派線同 F 派線相交熱些點，熱些點向右消失點連線熱些派，熱些派同 X 派線相交於 Y 點。WXY 熱些4點連線成四邊形，就係電箱底部喺車頂嘅位置。我將底部填灰色識別出嚟，喺高程線標記6個 mm， 然後向左消失點連線，連線同 E 派線相交，相交點向右消失點連線 E3。E3 線同 C 派 B 派線相交於 MP 兩點，就係電箱左側頂部前角同後角點。M 點向左消失點連線同 G 派線相交於 N 點，就係電箱頂部右前角嘅角點。將 MPN 點同底部 WX 熱些連線，就形成咗電箱嘅外觀。因為胡迪喺地面望上去，電箱有部分俾車身阻擋住，我將胡迪見到電箱嘅部分加深色表現出嚟。當完成咗所有線條繪製之後，為咗肯定呢種方法嘅投影準確性，我將電車主要線條複製喺塊膠片度。我將台相機平放台面，將電車模型略為墊高，令佢同相機視軸齊平。為咗盡量增加景深，我收細光圈至11，快門較慢至1/2秒。我根據圖紙設定嘅距離同方向擺放電車模型，模擬胡迪當時睇到電車嘅影像。拍低咗照片之後，可以睇到膠片線條與模型線條幾乎完全吻合。完成圖樣繪製後，呢次我用電腦掃描，用電腦刪走多餘嘅線條，得出一幅完全乾淨嘅電車模型圖紙，而且可以隨時放大縮小至任何尺寸。呢次我放大至160%，根據 3D 框架圖再描繪成一幅鉛筆畫，或者繼續上色。呢段視頻目的係講點樣建構個準確嘅 3D 框架，唔係講繪畫技巧，而且我嘅畫畫技術非常一般，無謂浪費大家時間。我只係想表達利用呢種透視原理繪製嘅 3D 圖，至少喺線條方面可以一如天才畫家咁落筆準確，甚至更加準確。事實上係有如相機咁準確，為一幅籌劃嘅 3D 圖建立咗一個準確嘅基礎。